5·1大促开启，24小时销售额破1000亿，除根计划启动。商少，小黄车公司的账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小黄车公司的所有资产在收购之前就完成了转移，我们现在收到的只是一个空壳公司。什么？难怪收购会这么顺利，原来三金在这里摆了我一道。没关系，用户还在，只要再投钱恢复运营，小黄车的价值就还在。想要恢复运营，还得投入多少钱？要恢复全国的业务，恐怕得再投1000亿。三金，你恶心我是吧？等着吧，等老子把小黄车做到上市了，莫说是几千亿了，几万亿我也能赚回来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很快到了5月1日的活动当晚，和去年双11一样，整个淘宝网都在严阵以待。Boss， 从11点开始，我们淘宝网的在线用户就突破了800万，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。大家做好准备，凌晨一到，我要全世界的互联网行业见证历史。同时，乐淘网也跟三金一样，甚至更加紧张。共享单车，我们已经赢了三金，这场电商大战，我们不需要销量多高，只要够100亿，就算是胜利了。大家打起精神来，做好战斗准备。马上12点了 ，Boss 要不要打个赌？怎么个赌法？2个盘口，第一个成交量破100亿需要多久？8小时到1小时，1赔1，5分钟到15分钟，1赔50，1分钟以内，1赔1000。行啊，我压15分钟到半小时，10万块钱。1分钟以内1赔1000，老马，你这么没自信吗？按照以往的数据规律，恐怕应该是1小时以上了，能半小时到60分钟就阿弥陀佛了，再短的我也不敢想了。那我压1个亿，1分钟以内，全当是送你点奖金，帮你缓解一下压力了。那谢谢金总了。先别谢，万一要是我赢了呢？你可得准备好1000亿给我哈。1000亿就1000亿，这钱我倒是宁愿你能赚走。第2个盘口，一天的总销量300到500亿1赔3，500亿到800亿1赔50，1000亿以上1赔1000。我压1000以上还是1亿。Boss 想给我送钱也没必要这样吧，1000亿是不可能的。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这时，时间终于来到了12点，5·1大促正式开始。老板，成交额破100亿了。你确定没搞错吧？1分钟销量破100亿，不是1分钟，后台数据显示破100亿的时间只用了27秒。太好了，我们的电商果然是天下第一，这绝对创造世界纪录了。可惜了我压的那10万块钱了。老妈，你先别激动，先把1000亿的欠条打给我。Boss， 你玩真的啊？当然是真的了，看你这怂样，等下个盘口开了一起算账。马上通知媒体，将淘宝的捷报通告全世界。与淘宝不同，乐淘这边却是一片惨淡。10分钟了，成交额还不足100万，开局就这么惨，后面的23小时50分钟还咋玩？吉福也面色阴沉，不知道淘宝10分钟卖了多少，要是也卖得不好，那我们也不算丢人。两人都迫切的想知道淘宝的数据。插播一条最新报道，淘宝网5·1大促，仅27秒，成交金额100亿。同样是从12点开始，我们这边10分钟成交额才不到100万，人家呢27秒破100亿，1万倍的差距让商银和贝索斯沦为整个行业的笑柄。明天一早，我将被全世界的同行嘲笑。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，淘宝网的成交额已经突破到了800亿，连傻子都知道，剩下的时间绝对能再突破200亿的成交额。老板不会真的让我赔2000亿吧？商银召开了紧急会议，共享单车这边的情况如何了？虽然三金临走前摆了我们一道，不过那也只是他垂死挣扎，恶心咱们罢了。目前共享单车市场，我们已经做到了绝对的垄断，押金也从之前的199涨到了现在的399，单车的成本我也在不断往下压。专业机构给出咱们小蓝车公司的估值已经有2万亿了，也就是说，一旦 IPO 上市，咱们前期投入的几千亿，不但能瞬间赚回来，甚至能赚到几倍的钱。我们准备过些日子就联合基金会在全世界投放共享单车，攫取金钱。当全世界共享单车市场都被我们垄断，那么公司做到10几万的市值都绝对不是问题。看到了吗？几千亿的前期投入能换来10几万亿的巨大回报，这就是互联网项目的魅力。爷爷，电商那边如何了？半只脚踏进棺材里了。开始10分钟的时候，乐淘只卖了100万，你猜淘宝卖了多少？10不20亿？100亿。哎，你没搞错吧？10分钟卖了100亿，是咱们的1万倍。准确的说是27秒100亿，恐怕24小时破1000亿成交额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会议室内瞬间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吞了一口口水。24小时破1000亿的交易啊！我们在全大夏所有的实体生意加起来，一天的销售额恐怕也不到100亿吧。淘宝简直就是个细节密器啊！难不成未来真的线下消费会变成小众，网购才是大众主流？三金太可怕了，再厉害，还不是被我们狠狠地咬掉了一块肉吗？丽儿还有你们，立刻给我切断跟乐淘的一切联系，想办法把乐淘失败的黑锅都推到贝索斯身上。
从今天起，我们五省商盟只提供帮助，绝不承担任何责任。咱们专心做共享单车这个铁定能赚钱的项目。爷爷，基金会那边说，只要乐淘能维持用户数量和收支平衡，长期投入淘宝就算是胜利了。难道连这点要求贝索斯都做不到？他这个世界电商第一人，能差3斤那么多吗？电商第一人，吃到时代红利，站在风口上的猪罢了。如果让3金跟贝索斯生在同一时代，他连仰望3金的资格都没有，1万个贝索斯都抵不上3金的一根毛。怎么可能差距这么大？爷爷，你绝对是太高估3。本台最新消息，淘宝5亿大促正式突破1000亿销售额。此刻整个紫苑大厦都沸腾了，1000亿，我们的成交量破1000亿了，我们创造新的纪录了。Boss， 我根本没想到能有这么高的销售量。顺丰还有咱们入股的那几家快递公司，把全部的运力都腾出来，也完全满足不了订单需求。看来全国的快递行业都要瘫痪几天了。没关系，五省商盟那边不是还有几家快递公司吗？可以给他们一些订单，让他们帮忙送。他们应该会拒绝吧？这也太侮辱人了。咱们的订单数量这么多，如果他们敢拒绝，我直接投诉到邮政总部那边去，取缔他们的营业牌照。Boss， 你赢了这场电商大战也就罢了，居然还让对手帮你运货，简直是杀人诛心啊！再过一阵子，他们连想被杀人诛心的机会都没了。我这边已经悄悄挖了他们很多中层骨干，这些人埋伏在对方的公司里。这一次，我就准备让他们全部从原来的公司抽身出来，摇身一变成为我们顺丰快递的员工。你一口气挖了这么多五省商盟物流公司的人，等商银和贝索斯收到消息，估计要被气疯了。拿来吧。什么啊？2个盘口我都压中了，2000亿，赶紧的给钱。Boss， 我穷，没那么多钱，打欠条行吗？上一世满嘴说对钱不感兴趣的老马，没想到也会哭穷啊！没钱啊？那行，还剩4个多小时，我要求你把接下来4个多小时的所有利润通通压缩到0，完全让利给用户。我要把5亿大促冲击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。没问题。贝索斯无比的沮丧，乐淘网的总销售额一共只有可怜的900万。我已经给基金会打过报告了，电商这边你全权负责，我则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共享单车领域去。咱们以后各自负责各自的领域，不要再掺和在一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凭什么要我全权负责？这次电商大战的失败，你最少要负1半责任，损失你也得承担1半。贝索斯先生，你搞清楚点，从始至终我一直都是在辅助你，并没有做任何决定，这一点基金会全都知道。我来只是通知你一声，并不是跟你分谁对谁错的。共享单车那边还有很多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要觉得委屈，可以去跟基金会打报告，看看基金会会让谁负责。可恶的大夏人，可恶啊！与此同时，3金收到了沈傲的消息，时机已到，除根计划启动。这次我要乐淘彻底消失，要小蓝车彻底消失。3人走后，3金找来公子苑，我跟老马商量了一下，这次准备搞一个大一点的激励，你觉得如何？我当然没意见了，大家一起完成了这么大的业绩，激励是应当的，而且要越及时越好。你打算这次怎么论功行赏？薪资按照不同层级的员工按比例发放奖金，另外我打算组织员工出国旅游，人均标准按10万算。你觉得去哪合适？去马夫吧，淘宝负责5亿大促的差不多有500多号人，咱们直接包下一整个岛。另外一边，贝索斯绞尽脑汁地想到了一个拯救乐淘的方案，或许可以从小商家入手，主打便宜和下沉市场，就可以继续跟淘宝竞争。贝索斯越想越觉得这条路可行。没错，卖便宜货、杂牌货，甚至是山寨货，一定可以从淘宝嘴里抢下一块肉。老板不好了，有个非常棘手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快递公司那边的问题。快递能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先听听我的想法，这个想法简直神了。我们可以去淘宝那边挖小型商家，不要求他们在我们和淘宝之间2选1，只要他们愿意在咱们这开店，我们就可以给他们一定的现金奖励。只要卖家有了，商品有了，我们再从外部买流量导入进来，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多开一家网店的事，根本没有成本，还有奖励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您提的建议很好，但是现在最紧急的问题是，3金把咱们自己的物流公司的中低层员工全部挖空了。你说什么？